明天3月4号啊，中国的两会就要召开了。这一届两会还比较重要，因为它涉及到换届啊。虽然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两会啊是个橡皮图章，但是橡皮图章其实也有分析价值，就是这个图章的颜色啊、字体啊、款式啊，也能透露出来一些信息。就比如说谁当总理，谁当全国政协主席，谁当国家主席，因为它涉及到权力的分配。而这种权力的分配对中国的政治走向啊，也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所以每到换届两会啊，有关人事安排和权力的分配，都是海内外的媒体啊关注的重点。但是呢，由于这两会还没有开，所以呢，咱也没有办法进行一些分析啊。过几天如果一切都底定了，尘埃落定了，咱们可能也会做一些相关的节目啊。今天啊，我要聊一个跟两会有关的话题啊，就是有一个叫朱征夫的全国人大代表啊。他提出来要废除这个寻衅滋事罪。朱征夫呢，他过去是全国政协委员，现在又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他是中国律协的副主席。他提的这个议案呢，据说是已经过去连续15年一直在要求废除寻衅滋事罪了。我觉得挺了不起的。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两会代表，说句不好听的话，全是花瓶。他们到那个北京开会的功能啊，就是吃好喝口，然后投个赞成票就离开了。所以啊，这两会代表不能认真。谁要是认真把这个两会代表当作人大代表的话，那就危险了。所以你看呢，10项的人大代表基本到那个地方都是嘻嘻哈哈的，然后提一些不疼不痒的雷人的提案。所以中国的两会代表啊，那个提案和议案的质量非常之低。为什么低？就是因为在我认为他们很多人就是高级黑。因为你提的如果正儿八经的议案提案，人收拾你。是吧？比如说你要提一个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应该普选，你试试，你看收拾你不？肯定收拾你，对不对？所以呢，你就只能提什么呢？这小学生如何搞爱国主义教育呀？这个路边的垃圾桶应该怎么弄啊？什么基本就是这样的。今年还有人提出来要保护中医呀，谁要是诋毁中医就应该抓起来。你就看一下中国的这两会代表，基本都是这个质量的。所以你就知道朱征夫啊这样的代表啊提的关于废除寻衅滋事罪这样的一个提案议案，我觉得非常专业。就在他提这个提案议案的时候啊，这个中国政法大学的罗翔教授啊，在 B 站也发了一个视频，也在呼吁取消寻衅滋事罪。应该说这两个人呢遥相呼应，共同啊在呼吁取消寻衅滋事罪。刑罚只是一种必要的恶。它所防止的恶呢，必须大于它所制造的恶。是药3分毒啊，是刑也是3分恶。如果一种药的副作用太大啊，那这可能就不是药品，而变成毒品了。比较有趣的是呢，就四川有一个微博的号啊，在网上搞了一个民意调查，说你是不是赞成取消寻衅滋事罪呢？结果反对的人非常多，而赞成的只有1-2万。好像这就是给人感觉一般的老百姓跟这个法学专家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间这个意识有冲突。但在我看来啊，其实不是。为什么呢？就是这样的问卷设计有问题。这个问卷的设计给人感觉啊，就是这个罪取消了以后啊，那么这种犯罪行为好像法律就不管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是吧？其实所有的学者在呼吁取消寻衅滋事罪的时候，是指的你这个寻衅滋事罪本身的条款太模糊了，违反现代法治的罪刑法定原则。如果你要处罚他，你应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法律条款。你这个明确的法律条款没有，那你就设一个。总而言之，你不能用一个口袋罪，用一个兜底的罪，然后对那些你看不惯的行为随意进行刑事处罚，是这个意思。但这个意思在那个所谓的这个民意测验里面啊，其实没有体现出来。所以很多投票的人还以为，哦，这个寻衅滋事罪你取消了，那是不是以后这种行为就都可以随便干了呢？不是这个意思。那在我看来啊，这寻衅滋事罪到底应不应该取消呢？完全应该。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太模糊了。定罪量刑的法应当尽可能的清晰，而不能模糊不清。因为模糊不清的法无法给公民形成对未来的合理指引，不具有法律的指引功能，同时也不具有裁判功能。因为司法机关都不知道该怎么用，一旦不知道该怎么用，他就会怎么用，他就会乱用，他就会想怎么用怎么用，
他就会选择性执法，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因为我们的现代法治里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罪刑法定。如果没有一个严格的罪刑法定的标准，那也就意味着政府可以随意去按照他的这样的一个意愿去处罚。你这个是不是罪，是罪与非罪，往往就是办案人员的一念之间。那你想想多可怕呀！它可怕之处就在于，我们在每个人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我不知道这个行为是否违法，是否犯罪，需要承担多大的法律代价，你都不知道。但是我们都知道，法律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指导未来的预期嘛。但是这样的一个法律悬在那里，就使得一般的公众啊，他不是对法律的敬畏，而是对法律不确定性的敬畏啊。所以他们在主张这个在废除寻衅滋事罪啊。但最关键的是，它有没有可能被废除呢？在我看来，完全没可能。为什么这么讲？咱们回顾一下中国的这个刑法啊。其实老毛当时造反啊、闹革命的时候啊，实际上他们是没有什么法律秩序的，他们其实要砸烂这个旧社会的一切秩序。在延安期间，共产党也有一个法院啊，但那法院实际上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原则。大家都知道，当年红军有一个这个高级干部啊，看上了一个女大学生，然后呢，那个女大学生不从啊，16、17岁的女孩子，他把她弄到沿河之间边儿，就拿枪给打死了。当时把她抓起来之后，很多人都想，这肯定是教育就放了。然后呢，董必武他们给了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老毛说不行，这人得枪毙。你就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可以看到啊，就是在整个这个案件审判的过程中间，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所谓的现代司法的审判程序的，基本就是老毛一封信一句话，这个人就毙了。老毛的这封信现在还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里面还在展出，给人感觉好像是共产党早期啊治党严明的一个证据，但其实殊不知啊，这是司法就行政干预司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建国以后呢，这个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中国一共只有2部半法律，我过去讲过，宪法1954年搞出来的，婚姻法，还有一部刑法总则。这宪法实际上是为了防止这个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国际社会上对共产党的这种攻击搞出来装门面的。那么这个婚姻法是因为共产党早期倡导所谓男女平等，所以在什么法律都没有之前，先搞了一部婚姻法。那刑法实际上就是对付这个社会上的一些犯罪行为的，但它只有一些条条框框，叫刑法总则。那么1979年，这老毛去世之后，改革开放，邓小平上台之后啊，我们中国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但这部法律你现在去看啊，里面还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这个所谓的意识形态的这种话语，比如说无产阶级专政啊，什么镇压反革命啊。这里面有这个罗翔说有3大口袋罪，就是说流氓罪流氓罪，这个玩忽职守罪、投机倒把罪。其实他没说还有另外一项叫做反革命罪。这反革命罪啊，跟前几项都一样，都是口袋罪，因为它比那个流氓罪更可怕，因为它指向的是思想和主观倾向。那也就是在那个年代，你只要敢反对共产党，别说反对共产党了，你表现出对共产党的一些不尊重，这其实就是反革命罪，有可能就直接就枪毙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中国的虽然有刑法了，但是那些刑法的条框离现代的法治还远着呢。到1997年的时候，中国的刑法做了一次比较大的修改，那么流氓罪基本就拆分了，拆分成什么侮辱妇女罪啊、什么猥亵儿童罪啊、猥亵妇女罪啊等等啊，危害公共秩序罪啊，最后又拆分出来一个寻衅滋事罪。寻衅滋事就是这么来的。但是这个寻衅滋事呢，本身呢，仍然是这几项罪名拆分过程中间的一个兜底的条款，就是说这几项罪名都搞不了的，我就用寻衅滋事来收拾。到了2012年的时候，中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做了一次比较大的修改。当时呢，我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我还做了一期关于刑事诉讼法大修改的这么一期节目。当时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前校长陈关中，还包括人民大学的这个刑事诉讼法的这个教研室的主任陈卫东，他们2个都是这一次刑事诉讼法修订过程中间专家组的核心成员。这一次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啊，我觉得啊，其实总结起来有几点非常值得肯定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在刑法里面规定了，它其实刑法不仅是打击犯罪，
也是保护人权。因为你看过去的中国的所有的刑事诉讼法里头讲到，它立法的目的都只有法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没有提保护人权。保护人民和保护人权那可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因为保护人权更多的保护的是普通人甚至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保护人民，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所以呢，其实用人权来代替人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更重要的一点，在这里头，它引入了很多西方国家几百年来啊刑事诉讼法发展过来的人权观念，比如说这个非法证据排除，在这一次的刑事诉讼法过程中间就加进去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主要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主要是我们过去的那个刑讯逼供。大家都知道啊，中国的这个警察把你抓起来之后啊，那个看守所里就写了几句话，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那意思就是说，你面对公安机关，这个在跟你这个审问的时候，你就得老老实实的说。你说不清楚的话，他要收拾你。收拾你用什么？就是刑讯逼供，打你。因为在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观念里，就认为这犯罪分子是没有人权的，公安机关怎么折腾你，怎么收拾你，这都是合理合法的。那么2012年的这个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就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在取证过程中间，如果采用暴力威胁的手段，这个取得证据呢，就要被排除掉，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同时呢，这里头还有规定了啊，就是任何人不得自证其罪。就我刚才讲的，过去都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呢。也就是说，你面对公安机关的时候，你必须老老实实说实话。但是说实话，不就等于你要自证其罪吗？所以啊，这一次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过程中间就明确说了，就是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当然，他还留了一个小尾巴啊，就是说这个其实也要如实陈述，如实供述，对吧？但是毕竟加进了这个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权条款。我记得当时啊，这些制定法律的专家还在讨论，是不是要把避免双重危机，也就是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加到刑事诉讼法里面去。当然后来没成功啊。但我为什么要讲这段历史呢？说句心里话啊，我想说的是，你从79年到2012年，你可以看出来，中国刑事诉讼法包括刑法的改革，它的方向基本是在朝着保障人权、罪行法定的原则在发展。尽管这个步伐不是特别快，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每一次的修改都跟过去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2012年之后发生了一个变化。2013年，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个寻衅滋事罪就做了一个解释。那么网上的这些言论，如果你是虚假的，它也纳入到寻衅滋事这个罪名里头了。大家看过去的寻衅滋事罪里面那4条啊，其实都是现实中间的行为，不包括网上的行为的。比如说你在网上说话，是不是你说的这个虚假信息，假如说啊虚假信息，或者说那某一个信息出来之后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如果他认为你这个话不真实，他就可以把它纳入到寻衅滋事罪里头去，最高可以判5年，甚至可以判7年呢。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退步。它其实是把过去的那个反革命罪的那个以思想和政治倾向定罪的那个东西啊，慢慢装到了寻衅滋事罪的这个口袋里头了。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律师叫卜志强，当年参加过8964啊，早年啊在新浪微博上言论也比较活跃。那么后来他有一次就批评这个毛泽东的儿子、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还有这个人大代表申纪兰，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这2个人，一个当选了政协委员，一个当选了人大代表啊，要么是因为血统，要么是因为运气。但是他们当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之后啊，要么是装傻，要么是真傻。他的意思啊，就是毛新宇是真傻，而申纪兰是这个装傻啊。刚才我那个后来那个我密友给我看，我想啊引申一下这个代课老师，我想我想就是也不是绕开你们，我想侧重讲这么一个，就是说现在这个代课老师，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谈到教育这个教师队伍，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一部分叫做民办教师，就是民办教师嘛。这个怎么说呢？我考虑到观察了很久这个民办教师，民办教师呢，怎么说呢？这毛新宇是不是真傻啊？咱们就不知道了啊。但是申纪兰是不是装傻呢？这个其实可以讨论啊。
因为申纪兰自己啊，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他60年做人大代表，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每一次都特别配合政府的行为，他觉得非常骄傲和自豪。但是用现代的法治观念来看，申纪兰实际上是一个不称职的人大代表，因为人大代表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选举产生之后啊，去监督政府的，至少法律是这么规定的。但是你呢，当了60年人大代表，从来没有对政府工作报告提过微词，表达过捍卫人民群众的利益，那你这个人大代表的作用何为呀？那我们搞个稻草人放那个地方不一样吗？为什么需要你申纪兰去呢？对吧？所以在我看来，其实任志强啊，不是任志强，其实这卜志强啊，对这个2个人的批评啊，应该完全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但是呢，共产党肯定看这样的言论不爽啊，于是就把他抓起来了，就定罪为寻衅滋事，还被判的有期徒刑3年。其实类似的案件挺多的，不仅仅像卜志强啊，就是你比如说网上这些年我也讲过，有人把习近平称之为习包子，那于是呢就寻衅滋事给抓起来了。那么这个按道理来讲，你说这个你称习近平或习包子，这句话犯法吗？如果你很多人在网上骂我打倒王志安不犯法，那打倒习近平就不应该犯法，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嘛。但是你在中国你要喊一句打倒习近平，你看犯不犯法？肯定犯法，肯定抓你，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现实生活中啊，又没有一个明确的条款去惩罚这种行为。你比如说反革命罪已经没了，因为当年的反革命罪啊，那你说这种话，那肯定就拉出去枪毙了。但是现在呢，由于没有反革命罪了，怎么办呢？就把这些带有政治化色彩的内容，通通放到了寻衅滋事里面去了。比如说前一段时期的那个白纸运动，大家都知道，我什么都不说，我就举一张白纸，犯法吗？如果是一个严格的法治社会，你很难找出一个具体的法条去惩罚类似于像白纸运动这样的政治表达行为。但是在中国就犯法了，犯什么法？寻衅滋事。所以你看到了吗？我们过去反革命罪里头没办法，反革命罪可以定罪的那些行为，后来在刑法修改过程中间没办法进行定罪的行为，通通装到了寻衅滋事里。于是寻衅滋事这个口袋越来越扩大。这就是中国今天的社会现实啊！它不是当年那个流氓罪那个口袋啊，而是把那些带有政治表达意味的，他看着不顺眼的所有的行为，通通都装进来了。这不等于变相的恢复了过去的反革命罪吗？只不过不叫反革命罪，叫寻衅滋事。在中国，什么是寻衅滋事？就是你只要让政府不爽，就是寻衅滋事；你只要让党不爽，就是寻衅滋事。罗翔啊，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讲过这样一个观点，他说啊，一个国家如果只想打击犯罪，根本不需要刑法，因为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打击犯罪更便利、更方便、更迅速。但是为什么我们还需要一部刑法呢？那是因为刑法虽然表面上规范的是犯罪行为，但其实指向的是国家。当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啊，把这个报复施害者的权利其实交给国家之后啊，国家就拥有了双重责任。一方面，他要替受害者行使正义；另外一方面，也要防止受害者去报复施害者。翻译一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当国家手上拥有了巨大的打击犯罪的权利的时候，这项权利本身就必须得到约束。如果得不到约束的话，它除了可以打击犯罪以外，它还可以打击我们每一个人。说到底啊，像寻衅滋事这样的一个口袋罪，就是一个国家司法的影子。当这个口袋越来越小，甚至没有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就非常高。但是当这个口袋越来越大，什么不喜欢的言论都可以放进去，什么不喜欢政府不喜欢的行为都可以放进去，随意进行这个法律制裁的时候，那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离法治渐行渐远。今天的中国啊，正走在这条道路上。您说，在这种情况下，寻衅滋事罪有可能被取消吗？做梦，不可能。但我最后还是要讲啊，这个朱征夫也包括罗翔这样的司法界的人士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道这个寻衅滋事罪不可能被废除，他们还在鼓于乎。这其实啊，正说明中国司法界还存着那么一点点希望。也许我们社会的进步，就是在这种微弱的声音之下
慢慢的往前走吧。因为寻衅滋事属于万金油罪名啊，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我国刑法只要保留一个罪名就够了，寻衅滋事，一切都是寻衅，只要经过合理的刑法解释。寻衅滋事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不因而为罪，啊，就是不能干，你干了就是寻衅滋事。